好了，今天的直播就这么开始啦。那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6月4号。那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跟各位聊的是 AI 时代的韩国警钟，而台湾还在睡啊。我们会聊到捕星炫、Rebellions、捕泰熊、Card、规格化螺丝钉。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这就是前几天我们所做的韩国 KBS 的纪录片的续集第二集。那难得我们也做了第二集的内容，所以让各位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开始喽！3岁白袍逐阵照，1颗黑洞满东洋，规格之深含土著，标准量产100年江。晶片悲鸣抢人境，高足远走4浪仓。台湾自诩护国山，谁问18去何方？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进入正题，因为上一集呢，这个题目我没想到回响那么热烈，原来两岸都在关心自己的人才问题，但台湾特别不关心。那我们只能这样讲，我们的工作呢是唤醒大家的需求，我没办法保证你会被叫醒啊，我也没办法保证救你，但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就是让你看到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其他东亚国家在担心什么事情 ？KBS 为了这件事情，KBS 为了这件事情拍了2集纪录片。KBS 是韩国的公共电视，相当于台湾的公视。央视是不是央视9套吗？就是专播纪录片。他做这2集啊，叫做《人才战争2》，也就是他人才战争系列已经做到第2季了。他第1集叫做《中国速度》，就是我们礼拜2天前所做的那一集，2026年5月14号播出。第2集叫做《韩国困境》，5月21号播出，也就是我们大概只晚10几天而已。因为对我们来讲，收集资料要时间；对我们来讲，收集不同的切入点要时间，所以2集连在一起看这不是科技纪录片这是恐怖片。为什么？因为当 AI 时代出现的时候，所有的逻辑都被打散重组，而台湾跟南韩都还被困在旧有的价值观里面。来，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们先讲第1集的6个画面。哪6个画面呢？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这些事情。因为第1集的画面，其实我个人认为让人家印象很深刻啊。印象深刻在哪里？第1个画面，上一集在讲杭州公立小学的小学生每天早上排队对着一台 AI 出席机刷脸签到，不是用学生证，是指纹，也不是，是刷脸。这已经进到了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的世界。第2个画面呢，更惊人，我还是要讲老师把全班的中文作文原稿纸整叠放进一台高压扫描机 ，AI 10几分钟，啪啪啪啪啪啪啪，全部批改完毕。结果嘞，老师以后要干嘛？老师也不用了。老师后来变成针对个人辅导，提供情绪价值。第3个画面更狂了，浙江乌镇办了一个叫做机器人马拉松的比赛，105台人形跟多足机器人，还有人类一起在赛道上狂奔。这个说人类在赛道上狂奔不太对啦，基本上那个是牵引的，有点像引路人，因为有一些系统不一定一样，那所以这个看起来画面很惊人，而且他妈已经很接近人类的世界纪录了。那第4个画面，浙江大学有一个95后的天才，95后，1995年之后出生的天才叫徐步，他自己做出来的双足机器人在输送带上跑出每秒11.4公尺。
11.4公尺，请各位注意，11.4公尺是什么概念？是时速41公里。Usain Bolt 波尔特他的短跑世界纪录啊，最高时速是时速43.99公里，这台机器人差它只有2个路口的距离啊。第5个画面，它也拍到能源了，戈壁沙漠正中央，12000片的巨大反光镜围着敦煌熔岩塔式太阳能发电站，就是它把那个高热跟光全部集中在那个中央的，不知道是土岩还是那个什么金属岩类，然后熔它。第6个画面，广州亿航，亿航就是一个载人无人机的公司，他们做了一台 EH216S 载人无人机。我在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去做看，只要不摔就好了。他们在城市上空飞行，那这个对岸的政府直接把整个天空开放给他们当实验室。这是第1集，叫做中国速度。我们2天前的直播讨论过了。第1集讲完 ，KBS 5月21号打铁趁热，把镜头拉回到韩国自己，拍了第2集，叫《韩国困境》。那第1个画面啊，是一个3岁的小孩，我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画面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个真的蛮恐怖的。就是这个3岁的小孩呢，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爸爸妈妈带他去玩，要让他知道这个医生有多棒。他在首尔的一个专门的医师职业体验中心，以前台北市还有 Baby Boss， 就是小孩的职业体验中心，但是后来倒了，因为没有小孩。那3岁而已，3岁去体验中心排队穿白袍，妈妈在旁边狂拍照片留念，说：“哇，好赞，好赞！”然后，你知道，我经常会看到有人说：“确定我在看直播吗？”以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都会直接骂干你啊，但现在我们是读书人，我们就不骂了。谁跟你们不是直播假装直播？因为我有什么这样子的兴趣吗？你知道这个体验中心啊，累计参访人数21万人，有21万个小孩排队穿着白袍考假执照。第2个画面，他是妈妈对着镜头直接讲，他说：“医师是全韩国最向往、最赚钱、最稳定的工作。”希望我3个小孩里面呢，有一个考上。第3个画面，南韩的大学联考专家出来证实啊，就算2026年啊，那个 SDK 吗？不是 SDK 啊，2026年 SK 海力士的半导体大爆发，因为它的那个闪存啊，还有High Band 就是那个宽频的记忆体、高速记忆体，营收达到52.58兆韩元，营业利益37.6兆，利润率72%，史上最高纪录。但只要韩国的顶尖学生同时考上半导体系跟医学系 ，KBS 的原文写什么 ？KBS 的原文说，不好意思，100%全部放弃半导体去念医科，100%去念医科。第4个画面是什么？第4个画面呢？是韩国最顶尖的 AI 晶片独角兽，叫做 Rebellions， 一听就知道这个就是叛逆的意思。Rebellions 估值3兆韩元，
创办人卜新炫 Park Sung-hoon 是从 SpaceX 回来的归国博士。这位 SpaceX 的博士呢，在镜头前面快哭出来了。他说：“我们根本抢不到顶尖人才，最聪明的人都跑去当医生了。”第6个画面，美国高中机器人挑战赛 FRC 现场，这个好像之前郭台铭的女儿妞妞是吧？有跑去美国参加，但先不管，不要扯远了。一边组装机器人，一边嘲笑那些顶大毕业生。他说他们读到毕业，连一块金属都没摸过。我们高中生早就具备实战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这就是第2集啊 ，KBS 的第2集叫做《韩国困境》。2集连起来看，这真的不是科技电影，这是东亚社会的恐怖片，而且台湾没有办法逃过。还有网友还在问说，我最近为什么留胡子？不好意思，家里母丧，我应该要戴重孝，但是重孝我别在衣服里面，你看不见。但就不能刮胡子、剪头发、剪指甲等等等等，所以就可能你不知道，那就算了，不知者无罪。但我还是要多解释一下，好，以后就不要解释了，好吧？这个我都很想要低调，我连不闻都不发。但就是这样子，不然每个人都以为我什么不爱干净、不卫生什么的。哎，来，但是各位我们要讲台湾嘞，台湾。没有人拍这样的纪录片了，台湾没有人做这样子的反省，台湾的公视没有人做这种内容，我们只知道他们因为政治斗争的状况斗来斗去，台湾的主流媒体还在那边每天报台积电股价创新高，台积电是护国神山，黄仁勋来台湾好高兴，台积电市值占台湾 GDP 的220%，会讲这一条都已经算是有做功课了。那我只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呢。黄仁勋逛夜市跟台湾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会因为黄仁勋逛了夜市而让我们的科技就爆发性成长吗？会因为我们有黄仁勋把富霸王猪脚写在背板上面，富霸王猪脚就出海吗？那个只是一个炫技，代表黄仁勋做什么都可以，而你跟着他随之起舞。黄仁勋没有不好啊，实际上我最近在做一集讲张忠谋的时候，你知道我才知道我有够落后的，可见我没有那么关切科技新闻，我才知道张忠谋当年台积电的第一人选 CEO 要找黄仁勋，结果黄仁勋连续拒绝2次。我真心不知道，但是改天这一篇做出来之后，我们预计大概再过几天就会做这一集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当年张忠谋的预言呢，为什么到现在几乎4次落空，4次落空。我们还在自吹自擂啊，我们还在沉迷在小确幸当中啊，我们还觉得有股市一切没有问题，真的吗？饮鸩止渴不会当下死。但你之后要死的时候，你就全身器官衰竭了。中国拍了中国速度讨论这件事情实际上应该这么说 ，B 站大量的转载中国速度这一集片，然后还有翻译，还有完整的字幕，点阅率数百万。韩国拍了《韩国困境》。规劝韩国自己，台湾嘞，台湾从来没有从执照梦里面醒来过。律师执照、医师执照是台湾唯一现在的方向。各位同学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真相啊！当韩国已经在拍纪录片自我警醒的时候，台湾连警钟都还没有响，我们还沉醉在护国神山的迷梦里面。没有人告诉18岁的高中生，你考上的金饭碗正在融化。这是真相，这是伤人的真相，但真相总是伤人。
我们就是要今天把它摊出来，给各位仔细看。为什么？因为我不讲，就没有人会讲了啦。谁要得罪人呢？谁要说真话呢？哎，这真的很无奈啊。来，我们继续讲。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看看 KBS 第2集那个画面，是1分36秒的画面，在首尔的某个热门室内职业体验城，一个满3岁的小孩，大概身高大概就到大人的腰，讲话还是的，排在队伍里面，等着穿白袍、戴听诊器去体验当医生。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觉得当医生不错，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是有没有大家觉得只当医生是好的吗？而且各位顺便讲一下，我个人很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科技。你知道我们现在 FB 的这个直播还有字幕嘞，很妙，你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这个科技蛮好玩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个人账号。但没关系，我们要继续往下走啦。那我们要往下走什么？这个是医师职业体验专门设施，光是这个累积这个品牌累积的访客超过21万人，21万个小孩穿着白袍排队考假执照，妈妈狂拍照片，然后他对 KBS 记者讲了，他说医师是全韩国最向往、最赚钱、最稳定的工作。我希望我的3个小孩至少有一个考上。看到这一幕，非常多南韩的教育家、科技专家都冒了一身冷汗，因为这已经不是升学焦虑了，这是从幼稚园开始种执照梦。在线上的各位，我跟你讲，这比任何科幻电影都要恐怖啊！科幻电影里面是反乌托邦，是政府逼你做什么，这里是父母自愿把3岁的小孩送去体验未来的职场，没有人逼，没有人强迫他们，没有国家机器介入，是父母自己出于对社会的恐惧、对职业的恐惧、对未来的焦虑，把孩子当作买保险一样，3岁就买一张医师人生的保单。各位想想看，那台湾3岁小朋友在干嘛？3岁在学注音、学钢琴、学英文、学心算，我们也没有比较好了。但韩国再多加一条，3岁就要穿白袍。恐怖吧？这是东亚执照僵尸体制的最赤裸版本。僵尸是什么？僵尸就是死掉了还会走。执照神话在2011年，没有那么早，在2020年的 AI 时代已经死了，但它还会走，因为它不是趋势了，可它还会走。怎么走呢？后面你就会看到医师、律师、会计师、公务员4个金饭碗同时融化了。谢谢 TikTok 这边的 Kate 抖内的3个贴图来，但东亚的家长还不知道，东亚的家长还在追那个已经在融化的执照，而小孩没有选择，小孩没有选择。脑袋死了，这4个金饭碗，但身体还在跑。然后韩国的医师薪资中位数确实是全国最高，年薪约2.5亿韩元，换算约新台币550万，比公务人员高4到5倍，比一般上班族高8到10倍。所以妈妈没有错，妈妈没有错，妈妈是对的。妈妈对着一个已经在消失的世界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但这就是悲剧啊！这是等价交换的最残酷的版本。你用孩子的12年青春，用全家的补习费，用18岁的选择权去赌一个已经在融化的执照跟已经在改变的未来。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故事的起点。
3岁就向往穿白袍。从这一幕开始啊，一路到后面，你才会看清楚，这21万个穿白袍的小孩，其中有多少人会在25岁那一年发现手术房里面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但他们的父母不会知道，他们的补习班不会告诉他们，他们的学校老师也不会跟他们讲。但你各位，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请你思考这件事情。只有 KBS 拍了这个画面，只有韩国国家 AI 战略委员卜泰雄敢出来讲话，而台湾呢？台湾连这个画面都没有人拍。这真的很悲哀啦。但是我觉得谁也不能怪，谁也不能怪。但我们可以念一下斗内啊，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置顶，已经把所有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赞助、我们的拍卖、我们的那个带货网页、罐头啦、芒果啦，然后还有这个信工啦、哈尔滨水饺等等等等等等，继续放下，都已经放在那边了，一次搞定，所以。各位可以点阅一下，看看 O 不 OK？那还有，今天我们有芒果，等一下我再拿给各位看。谁会不要呛说到了等待中？坏掉龙酒说，请支持不锈钢双面泡面碗，单人阿鲁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为老猪祝福打气，谢谢。迷斯拉开赛说支持九哥使用不锈钢双面泡面碗，单人阿鲁巴猪大活动，请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选购精选商品。哈威令说，魏哲嘉说，如果预计买股票，请继续买台积电，买台积电让你买房又买车。真的吗？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事情。Big Bad Bullying 说支持学长直播，支持黄仁勋逛夜市，仿效学长从理科生转吃货直播主，成为美国宅神。Mr. 刘建一说 YT 会员35.1万，麻烦看官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啊，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了。到了这个段落呢，就更尴尬了。台湾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很严重。KBS 马上把镜头转了。我们刚刚讲了，穿白袍小孩排队考医师执照，你会说，哎呀，没关系啦，这些小孩长大之后考半导体、考电机系不就好了吗？韩国不是有 SK 海力士这个半导体护国神山吗？有啦。SK 海力士算是韩国的台积电啊，它跟三星电子两家撑起韩国 GDP 的2根柱。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出来，各位猜怎么样？海力士的财报破纪录啊，营收52.58兆韩元，营业利润37.6兆韩元，利润率72%哎。72%，高科技产业从来没有这么像服务业一样这么的赚。72%是什么概念？各位同学，台积电的营业利润率最好的一季是47%，我们已经以为实在太厉害、太棒了，接近50%了，没想到 SK 海力士竟然72%哎，这数字怎么来的？因为 NVIDIA、AMD 所有的 AI 巨头都要 HBM 高频宽记忆体。SK 海力士是全球 HBM 的龙头 ，AI 大爆发，记忆体缺货，这就是 SK 海力士的黄金时代。年增率呢？它的营收年增率是198%，哎。它是198%，利润率是什么？利润率年增率是405%啊，一下子加4倍啊！那好，你会觉得说，哇哦，韩国的半导体好猛哦，那考半导体系应该很抢手吧？考电机系应该很抢手吧？不是呢，因为
KBS 这个纪录片的第2集，在3分46秒的时候，拉了一个大学联考专家上镜头。这个专家对镜头讲了一句话：我不会念韩文，但是我可以念他的翻译给各位听。他翻译是什么？他翻译说，最顶尖的学生呢，如果同时考上了医学系跟半导体系，几乎100%现在都流向医科啊。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是韩国最顶尖的大脑，即使是 SK 海力士在赚破纪录的钱，他们依然100%选择放弃半导体去当医生。72%的利润率救不回这些人，198%的年增率救不回这些人 ，AI 大爆发救不回这些人，唯一可以救回他们的东西是执照，考医师执照，考律师执照。考各种各样的执照，但问题就是你考了执照，然后嘞，我不知道大家要怎么讲啊。那问题就是你考了这些执照之后啊，还是一样啊，你将来会被淘汰的。不是我们要恐吓你，而是实际上未来趋势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东亚执照僵尸的恐怖之处啊！为什么恐怖？因为恐怖的地方不在于赚钱，因为执照的诱因比 SK 海力士的财报还要强，比全球 AI 投资的浪潮还要强，比一个198%年增率的科技独角兽还要强，所以这个不是经济问题啊，这是宗教问题啊。韩国同学的家里面，从祖父祖母那一代开始，医师执照就是家族荣誉的最高峰。考上医学院叫做上天堂，考不上叫做白活了。这个信仰呢，韩国人花了100年把它累积起来。但问题是，这个永远是对的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了。台湾呢？各位，你在线上看直播，我问一下，台积电在台湾的地位跟 SK 海力士在韩国的地位是不是一样的？是。那为什么台湾的医学院录取分数最近5年也越来越高？台清交顶尖的工程学院是不是也越来越多学生重复录取医科后直接放弃？虽然很难想象，但也是对。只是台湾的补习班没有人去调查，没有人去统计，没有人去拍 KBS 这样子的纪录片。台湾的100%放弃率可能没有韩国那么夸张，没有到100%，但方向绝对是一样。东亚地区对于执照的执着还是很强，还是一样。各位想一想，当你的国家的最强的科技公司在赚破纪录的钱，但你最聪明的孩子全部跑去当医生，这个国家是不是在 AI 时代会被视作规格化、标准化、大量生产的执照神话拖死？这就是 KBS 这个第2集纪录片拍出来的真相。韩国拍了，韩国反思了，但台湾连反思都没有。这就是韩国顶尖学生的选择。下一章呢，我们来看韩国工程师的反面，那些不选择当医生，那些留下来搞 AI 晶片，结果抢不到人才的人，他们在 KBS 的镜头前是什么表情？顺便讲一下，今天的目标呢是，如果各位抖破了目标的话，我们之后会继续做这一系列的那个内容的直播文案，好不好？请各位多多支持。来，韩国工程师的悲鸣啊，为什么悲鸣呢？原因很简单，他妈剉赛也没有人了啊，没有人，你要怎么办？就没有人了啊。
好，我们继续往下讲。讲完了韩国最聪明的学生跑去考医科，我们先来看看那些没有跑去当医生，留下来弄 AI 的韩国年轻人，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镜头一转啊，拍到一家公司叫做 Rebellion。Rebellion 呢，韩文叫做 Rebellion， 这是韩国现在最顶尖的 AI 晶片独角兽，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棒，刚好抓到了这个趋势。那这个趋势是怎么样？它在自主研发神经网络处理器。那神经网络处理器有多好？好，谢谢走走的懂内哦。那它的目标是要这个它英文叫做 Neural Network Process Unit， 对标 NVIDIA。各位听清楚，它的目标是成为韩国的 NVIDIA。这目标有多疯狂 ？NVIDIA 现在的市值是全球第一，超过4兆美元，差不多破5兆了。好像就差一点点，但没关系，这个数字给各位参考就好了。Rebellion 是想做韩国版的 NVIDIA， 那它做出什么东西？它的主力产品线叫做 Atom， 这是 AI 推理晶片，在相同效能下，它的功耗是 NVIDIA A100的1/5，也就是它只需要 NVIDIA 1/5的电。公司呢，2020年才创立，那6年的时间，2026年3月啊 ，Pre-IPO 的估值冲到3.4兆韩元，换算大概是25亿美元，累计拿到的投资总额呢1.3兆韩元，最新一轮6400亿韩元。由这个 Mirai Asset， 这个字应该是奇怪 ，Mirai 是日文的未来的意思啊，为什么会在这里用 Mirai？ 好，不管 Mirai Asset 未来资产领头，各位想象一下，光6年从0到25亿美元 ，Mirai Asset 是韩国最大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哦，叫做卜兴炫 （Park Seung-hoon），他是从 SpaceX 归国的博士，但是现在 SpaceX 今年6月要上市了啊！妈呀，他会不会亏很多钱？我不知道。那林浩马说 AI 机器人替代外科手术绝对可行，但至少要50年以后才会成熟。你错了，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你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光现在淘汰医生人数就已经非常成熟了。达文西手臂可以自主操作，10到20年内绝对可以，绝对可以。来，我们继续往下讲，这个背景有多猛？卜兴炫在美国读完博士，进过 Intel， 进过 SpaceX， 进过 Morgan Stanley， 大摩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然后他放弃美国的高薪，他回台湾，他回韩国创业，回韩国创业。这就是 KBS 拍的那个画面。这位 SpaceX 的博士30多岁，穿着实验室白袍，站在 Rebellion 办公室里面，镜头一拉到他脸上，我靠，他快哭出来了。他讲了什么？他讲了 KBS 第2集纪录片最沉重的话。他说：“我们根本抢不到顶尖人才，因为最聪明的人全部都跑去当皮肤科跟医美医生了。”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卜兴炫想做韩国的黄仁勋，但他连一个能用的工程师都抢不到，不是抢不到够用的人，是根本抢不到。3兆韩元的估值 ，Mirai Asset 领头 ，SpaceX 博士创办人，产品技术领先 NVIDIA 对标5倍能效，了不起了吧？很了不起，很有未来了吧？但他找不到人。
他抢不到人，他跟我们找助理一样找不到人。哎，我认真审慎在考虑，不知道有没有外劳愿意来我们这边当助理，没有要很谢谢谢明峰，没有要很复杂的工作，就是帮忙包货，坐在办公室，他上网，然后可以帮忙接包裹、接邮政。谢谢，也谢谢何小 BB。来，因为韩国最聪明的脑袋全部跑去当医美医生了。卜星炫在镜头前还讲了另一句更狠的金句，他说：“我们需要能装下各种非典型怪才的器皿，否则根本打不赢这场仗。” TW Quest 的说：“可以吗？我推荐我学生可以啊，而且我们不要求你整天坐在那边，我们只要求你一天可以做几个小时就好了。什么罩杯要求，你只要会拿咖啡杯就好了。我现在连送货什么，我他妈都可以自己来了。我跟你讲，什么叫钱到位都有错？台湾现在是你钱到位也没有人呐、真心没有人呐、来，卜星炫讲，我们需要能装下各种非典型怪才的器皿，否则根本打不赢这场仗。各位，这句话翻成白话是什么意思？是韩国，你的教育系统现在是一个只能装标准产品的工厂，但 AI 时代需要的不是标准产品，它需要的是 outlier， 它需要的是艺术，会开发 AI 新用途的怪才，是非典型怪才。而你的工厂、你的流水线、你的生产线装不下他们，所以这些怪才不是被挤出去，就是被压扁成标准品。这就是卜星炫的悲悯啊！这就是卜星炫的悲悯。但是在听直播的各位，这还不是最惨。KBS 第2集的7分04秒，镜头接着转到第2家公司，叫 Rainbow Robotics。这家公司在做什么？这家公司在做工厂焊接人形机器。一台叫 RBY1 的双臂可移动人形机器人，可以在造船厂里面用焊枪焊接船壳钢板，也就是南韩造船非常厉害，所以他第一个要应用机器人是造船。台湾的达文西手臂，我去北京我也有用达文西手臂动手术哦，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去访问那个医师。我大概花了15万吧，15万对，因为还包含了住院。然后达文西手臂主要是他那个套子，就是那个套手，就是达文西手臂那个钻到你肚子里的那个东西是耗材，用完就丢掉了。用完就要丢掉，所以那个东西贵。然后住病院也要钱。好，虽然我们住的是手铐脚镣都要上的病院，但还是要钱。来，所以啊，这家公司的故事更悲情了。2018年呢，这个彩虹机器人公司 Rainbow Robotics 开始商业化，撑了6年，整整6年，到了2024年才拿到第一笔种子投资。哦，我不是在北京，我在桃园部立医院，不是去北京，是我在北监呐、我在监狱里面呐、等等，大家不要急着要来征募助理。我被上一个助理玩过之后，我现在不太敢找失业很久的人。上一个助理把我弄得我公司差点倒掉，3、4个月恢复不过来。所以，哎，算了，别多说。各位想想看啊，2018年 ChatGPT 还没出现，AI 还不熟，机械创投还在
还在冷冻期，这家韩国公司就在做人形机器人哦，撑了6年，没有人投钱给他们了，没有人投钱给他们。有人问上一个助理怎么了？不要再问，一说都是泪。能够把一个公司差点搞倒，把所有东西让我全部自己重新学、重新来，也算是了不起，也算是了不起。好了 ，Rainbow Robotics 啊，撑了6年，那怎么撑呢 ？KBS 镜头前哦，Rainbow Robotics 创办人讲了一句话，让你觉得，哎呦，这个怎么办呢？因为他说，中国有庞大的国家资本跟几万家工厂在帮机器人快速打样试错，我们跟中国的技术差距真的被拉开。我们唯一的幸运呢，是这些研究员，就是他的研究员，把生命投降并且奉献给了实验室，靠着燃烧肝脏，靠着燃烧肝脏，才勉强撑在国际舞台上。各位同学啊，这一句话多重，把生命投降并且奉献在这一个实验室里面，这是韩国工程师的原话，不是打拼，不是努力，不是奋斗，是 surrender， 是 surrender， 彻底的投降，顶礼膜拜。我靠，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他投降给实验室，投降给研究的孤独，投降给家人朋友，觉得你没选择当医生就是失败者的眼光。然后嘞，然后到了2026年3月 ，NVIDIA 的黄仁勋在 GTC 2026年大会上亲自点名介绍 Rainbow Robotics RBY1 人形机器人，全球科技圈才知道了这家公司。然后呢，1年之前，三星集团注资持股35%，成为最大的股东。这是 happy ending 吗？这才不是，这是悲剧呀！这是悲剧呀！因为这家公司等了6年，撑到差点灭顶，才被全世界看见。而韩国国内的人才流向，韩国的家长、学校、补习班、社会舆论，没有人在2018年就告诉你去 Rainbow Robotics 工作是个有意义的选择，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去考医学系。各位想一想，如果卜星炫的 Rebellions 跟 Rainbow Robotics 这群工程师当年都跑去当医生了，你觉得会怎么样？韩国就不会有韩国的 NVIDIA， 韩国就不会有黄仁勋点名的机器人了，韩国就会像台湾一样，只剩台积电一根柱子，而且这根柱子的人才库也在被医科慢慢吸血吸掉了。这就是 KBS 第2集想要告诉你的真相。当你的国家最聪明的人都去当医生的时候，你的科技就会死，不是慢慢死，是快速死。因为 AI 时代的竞争是非典型怪才对上规格化螺丝钉的竞争，你的工厂装不下怪才，你就输定了。下一个段落，我们会从这个碑铭、这个靠碑的源头，执照神话的工业化基因往回追200年，看看这个体制怎么来的。这个体制呢，其实是整个东亚地区的悲剧。那它就是这么来的。那这个执照神话就没办法，所有人都要执照，它变成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觉得很无奈。但没办法。来，我们刚刚讲了卜星炫的悲鸣，对不对？也讲了 Rainbow Robotics 的悲剧。卜星炫说：“我抢不到人才啊，韩国最聪明的人都去当医生了。”哎，你会问很奇怪，为什么韩国家长这么封医师执照？为什么这一个
信仰这么根深蒂固。我跟你讲，这不是韩国的问题，这是整个东亚200年来继承的一个教育基因。这整个基因不是亚洲人发明的，是德国人发明的。妈，一讲到证照，你就知道一定是德国的问题啦。各位现在跟着我把时光倒回到1763年8月12日，18世纪的欧洲。那一天呢，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颁布了一条法令，叫做 General Landfall Reglement， 翻成中文呢叫做普通乡村学校条例。这条法律做了什么？它规定全国5岁到13岁的小孩必须要上学，义务教育免费，国家办的。各位，你会觉得哇，腓特烈大帝好棒棒，果然德国近代的实力就是这边来的。不完全错，他这么早，1761年、1763年就推义务教育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腓特烈大帝推这一套，不是为了让小孩变聪明，他要2种东西：会听话的士兵跟会操作的机器的工人。普鲁士当时要打仗，要工业化，要从一个落后的国家直接进步，到这个程度。所以他从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变成强国，怎么变？要量产人才，怎么量产？把所有小孩都抓进学校啦，每天钟声响起，准时上课，每堂课讲固定的东西，每张考卷有标准答案，坐姿要直，举手要举高，不能说话，要听老师讲，排队整齐一致。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这不就是你12年国民教育的场景吗？对呀，没错。1763年腓特烈大帝设计的学校，跟你2026年读的学校，本质上是同一套东西。所以这套制度的设计目的非常清楚。量产规格化的螺丝钉，把每一个小孩从不规则的天才变成可预测、可替代、可控制的标准工人。这就是卜泰雄那一句金句的历史源头。规格化、标准化、大量生产，这是工业时代要的人才。故事还没有。1810年，普鲁士又出了一个叫洪堡的学者 Humboldt， 他创立了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定下来研究与教学合一的大学模式。你考上大学的目的是学一套通用、标准、可以拿执照的知识体系，可以拿执照哦，请注意。因为他用执照来筛选，各位，这就是现在大学里面要考执照的起点啊。但是接下来这套体制怎么扩散？第一站，美国1837年到1852年，一个叫 Horace Mann 的美国教育家去普鲁士考察了一趟，回来告诉美国国会，我们要抄这一套。于是美国推出 Common School Movement 普鲁士模式。进到美国。第二站，日本，1872年明治维新后第5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直接以普鲁士为蓝本。为什么？因为日本要追赶西方工业化，富国强兵。为什么？怎么富国强兵？要量产规格化的工人跟士兵。普鲁士那一套就是现成的范本。第三站，台湾。1898年，日本殖民台湾第3年，台湾总督府颁布了台湾公学校令，台湾的小朋友开始穿制服、剃光头、排队上日语课考试，这也是皇民化，也是标准化。
各位，你听清楚，台湾的执照教育基因是从1898年从日本手里接过来的，日本人是1872年从德国人手里接过来的，德国人是1763年腓特烈大帝为了量产士兵而设计的。200多年3层转手，从普鲁士到日本，到台湾，到韩国，这就是东亚执照僵尸的历史基因。然后嘞，1911年，美国一个叫 Frederick Taylor 的人写了一本书，叫《科学管理原则》，把工厂的流水线概念引进到所有领域，教育也被流水线化。每一个年级、每一堂课、每一场考试都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作，而流水线呢，就是这么标准的运作。本质上，你受过的12年教育呢，就是一条把你从原料加工成标准产品的生产线。国小是初加工，国中是中加工，高中是精加工，大学是评检，研究所是包装，出社会是出货。我跟你讲，生产线的目的呢，从来不是让你变成独特的个体，是让你变成可以被工厂运用的标准零件。2006年，这套体制设计后将近250年，一个英国教育家 Ken Robinson 上了 TED 演讲，他讲了一句话，震撼全世界。他直接切穿这所有的迷惘跟迷雾。他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是200年前为了工业化时代设计的，它的目的是把人类变成可预测的工人，但21世纪我们需要的是创造力。可是教育系统却在系统性的杀死创造力，因为你装不进系统。这个演讲是 TED 史上最热门的演讲之一，累计7000万次观看。但东亚的家长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卜泰雄2026年在 KBS 纪录片里面又讲了一次，现在不是工业化时代了，但韩国家长还是把3岁的孩子送去考假医师执照，台湾家长还是逼小孩补习刷题进医科，中国的家长还是把小孩送进 AI 出席机刷脸的学校。这200年的执照基因，从普鲁士到台湾，从1763年到2026，已经写进整个东亚社会的 DNA。AI 时代来了，这个 DNA 还没写。后面我们就要看 AI 时代开始第一波了 ，AI 要怎么砸碎医师、律师、会计师的3大金饭碗？不是10年以后，是现在，就是现在啊！而且现在台湾人连公务人员都不想要当了，我跟你讲，不是在开玩笑的，我们等下会告诉你。我先念一下斗内啊，这个。沙沙沙说：“朱大讲这个主题很赞，谢谢你，加油。”沙沙沙又说：“身为台湾家长，很担心孩子的未来。政府失败的课纲，除了半导体，误了台湾快30年。而台湾半导体是李国鼎跟孙运璇跟张忠谋搞出来的，跟台湾现在的政府没有半毛钱关系呀，没有半毛钱关系呀。”山宅医生说支持初大继续做这个系列。Thomas 要说想继续看人才战争的讨论，大家一起帮忙。我想看朱大在制作续集。你们今天已经快到标准了，我定标准很低啊，他妈75块，20个人，那1500都不到啊。所以，而且我跟你讲，下一集可能不是单纯的讲人才，是讲台积电的发展，它的竞争。既然你说它是护国神山，我们就好好的拿来分析一下。冷静而且理性的分析，不要被什么国家荣耀啦，然后有他我好棒棒啊！我跟你讲，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很知名的主持人，他直接跟我讲，连他都找不到员工了，因为所有人都在炒股，没有人要出来工作。谢谢林文的斗内，也谢谢啤酒的斗内，谢谢木的斗内。出个物说加班中晚点听回放。
这个苏溜冠说，初大弱弱讨论一下，也许星际产业也是一个科技的发展方向前瞻。毕竟中美也正在抢星际滩头堡，可能未来的孩子的科技指向不需要一股脑的朝半导体门类或 AI 门类挤。我不知道，但看起来中方举国跟老美马斯克是真的在急速发展星际下一站。苏六官，你讲的没错，可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星际科技是要基础工学好，你才能够做出好的设备、好的机器、好的器材。而现在台湾这方面的东西，因为传统产业死光了，所以没有。你知道，做精密螺丝的人已经开始大量的引用泰国或是菲律宾的中阶资深员工了嘛？那我这样讲，你同样也要说，你知道 Elon Musk 的火箭外壳啊，原先是用铝合金做的，大家都说干一定要用很好很贵的东西，但是铝合金要做那么大的一个火箭超贵的，结果就有工程师跟 Elon Musk 讲，干为什么不用不锈钢？看起来很漂亮啊，亮闪闪还不用上漆耶。没想到就被 Elon Musk 搞出来了，而且价格省了1/3，多开心！谢谢大家的抖内已经达标了，我们之后就会再往下做。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做，是台湾过去太过偏重单一领域，导致你现在要往星际发展，你的基础工业追，你的化学工业追不上，你的推进，你的卫星通讯追不上，那就死啊！怎么办呢？台龙这样说，朱大辛苦了。同样是艺人经营公司，完全能理解朱大的无奈。但我审慎在想啊，我是不是应该可以用 agent 每天去捞那个我的订单整理之后再出来？不知道 CyberBeast 有没有提供 AI agent 的接口？我们现在还是用人在做，但是没关系，我最近用那个 AI 写程式，已经写到我一个头爆炸。什么叫头爆炸呢？我跟你讲，因为它太给你情绪价值了。Grok 说我也有，他说你不要看那个 ChatGPT 的那个 Codex， 你不要看这个 Cloud 的写程式软体，我也有，我 Grok 也是很会，我保证可以写得更好、更便宜、更快。他妈实际做下去之后搞不定，因为他被卡住在一个念头，他要一个 prompt 处理完我那么复杂的工作，我一个 Cloud 现在要翻译那个字幕，我要抠好几个段落，我要抠好几个 Python 来完成，他想要用一个就完成，害我搞了妈6个小时。但我的意思说也没关系，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放着，等到我有空的时候再去摸，总会摸完的。因为接触新的程式写作能力很开心，只是，请进怎么样？我要冰箱冰吗？芒果，外面还有芒果吗？暂时不用，因为熟的芒果才要冰，那不熟的你就慢慢让它自然熟，不然会被冰坏。这时候，竟然我的儿子来跟我讲芒果的事情呢，要跟大家推荐。我们最近刚开始带货，请各位点选我们的置顶连结，最受欢迎，每年都卖出数百箱，把那个狮子香的芒果卖光光的狮子芒果，今年又到货啦。那这个里面大部分芒果我已经拿走了，一箱6公斤，有大的、中的、小的。那各位。这个是刚摘下来，他们乡公所今天刚寄给我的，我觉得很赞，但我还没有开始吃，因为今天没空，不好意思播言。所以各位如果要的话，就点选置顶的连结，赶快去消费，找不到再跟我说，好不好？那各位，我还是要教各位一件事情啊，一箱都是6公斤，那为什么颗数越少越贵呢？
这个事情我带货带了2年，我终于学会了。因为以果实的大小而言呢，越大的果实越贵。所以换句话说，你譬如说同样6公斤只有12颗的话，它等于每颗有500公克，那500公克的量跟24颗，一颗只有250公克比起来，当然是500公克比较贵。所以各位赶快下单，又到了又香又甜又好吃的狮子香，应该是屏东狮子香。对，所以这个我改天应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纪念品。哎咻！所以各位赶快下定啊，这个刚到了。这个嗨龙呛说朱大辛苦了，同样是艺人经营公司，完全能理解朱大的无奈，我也没有无奈啊。这个 Thomas Yao 说，台湾2类的第一志愿还是台清交的电机啊，3类才是医科。如果亚洲各顶尖大学的电机相关科技也发展出一个类似医师执照的 AI 执照，有没有机会翻转？是有啦，但是你说2类的第一志愿跟3类的第一志愿，这个东西是台湾做的分流。可是我刚就讲，我前面有人讲了太空科技，对不对？你全部去读电机了，请问通信科学有没有人去发展？请问卫星科技有没有人去发展？请问火箭燃料科学有没有人去发展？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电机独霸呀。你电机独霸，那你其他的基础工程呢？你的电力系统怎么办？你的高铁系统怎么办？你的这个基础建设的网络科技怎么办？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都不行啊！哦，谢谢 Man 窗雾送了一个汇集。这个 Thomas 要说，这种主题真的血淋淋，可以反思，但有的时候我们反思也来不及。我只是做我能够做的事情，我不要愧对大家，不要愧对我们的听众。OWTS 9999补个学费。坏掉纪元说就要看这种有料的主题支持。公民 V 说支持一下目标。坏掉纪元说台湾需要这种主题的讨论，再支持一次。Thomas 要说昨天看到中天新闻说，25到30岁离职率非常高，因为都去当全职炒股不工作，这更惨，这真很危险。我不要说惨了，可是他现在看不到未来啊！他妈台湾没有一个工作赚的比台积电多，而炒股又是没有办法上台积电人必去的地方，那你说要怎么办？这真的很危险。一级嘴炮技术室，谢谢你的抖内。Roy515说，谢谢初大做这一系列的主题，让我们在这纷扰的政治环境下有不同的观点。哎，讲到这里，你各位要赶快按赞啊！你按赞，我才能够把这个内容推广出去，才能够看到更多的消息，好不好？所以啊，哦，今年 AI 大出，对吧？不是 AI 大出啊，今年芒果大出。干，我看那么多资料，有的时候会混在一起。来，我们快快讲，我们快快讲。到了那个第5个 chapter 之后啊，就有很大的麻烦了。什么大麻烦？就是这个，我们看啊，好，我把这个关掉，让各位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这张图。来，所以我们的执照基因是有200年传承的。那我今天还忘了把我的那个动画塞进来。来，要讲的，我们刚前面就讲到了。可是医师现在也要命了，医师现在也被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医师现在看，我一边在直播一边在开这个东西，真的很麻烦。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说的医师呢，现在已经有机器可以取代。其实也不是说医师不好，而是机器的问题，它更稳定，它不需要开3个刀，然后就站不住了。它不需要。我跟你讲，我有遇过那种非常认真的医师，我跟他说，
就是我的那个达文西手臂的主刀医师。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你坐在那边连续开3个刀，你要怎么办？第一个，他说现在达文西手臂都可以坐着开，所以没关系。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如果实在没时间去吃饭，那没关系啊，实在没时间去吃饭，就打糖水。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讲。我看看这个，你看这个做出来这个动画还不错吧，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播放这个东西的，所以就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有的时候做动画做到忘记，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来，所以好，我们讲今天要开始告诉各位，医生是怎么被取代的，因为医生也是人。医师工作，医师是要做的啦。就是达文西手术呢，基本上是先灌高压，那多半是腹腔、胸腔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它先灌高压空气，把你的里面撑开，然后在里面弄。彭彦腾说：“朱大这主题很赞，之后会讲台湾技职教育主题吗？发现台湾技职不管是高职或科大，都有升学化、大学化的迹象。我有准备这个资料，但你如果想听的话，麻烦抖内多一点，定制一集，好不好？定制一集。来，我跟你讲，我们把执照神话的历史基因追到1763年的德国。所以你现在会问啊，这个体制200年了 ，AI 时代它真的会崩吗？我告诉你，已经在崩了。”已经在崩坏了，不是10年后，是现在就在崩坏。而且为什么现在就在崩坏？因为你遇到的状况远超过大家的想象。那什么意思呢？来，我们先告诉你 ，AI 怎么砸碎了东亚最神圣的3张执照。这3张执照呢？是什么意思？是 HW 呛说，初大真是我认识的最上进、学识最渊博的更生人。你把其他更生人摆到哪里去了嘞？我们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咖咖，好不好？我们只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有很多比我更厉害，我里面有好几个博士嘞。来，我们先来看 AI 到底怎么达成这个毁灭性的改革。谢谢 TikTok 那边的走走跟火烧老二小的抖内。第一张律师执照，律师执照遇到什么问题 ？KBS 第2集9分06秒那个画面，韩国医院的达文西手术机器人一个资深外科医师对着镜头讲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背脊发凉的一句话。他说：“以前一场手术这个我背后就是那个达文西手术，来给各位看，这应该是吧？这台机器我不认得但没关系啦，大概就是达文西手术的机器了。等一下，妈，我有20张图，我找一下，妈靠北。嘿，怎么？好，我记得我有抓那个图嘞，真是的，好吧。那来，我们继续往下讲。以前一场手术主刀加助理总共4个医生在现场。现在呢，那个医生讲说，我跟助理1到2个人就可以开完了。各位听清楚，从4个医师加助理，有一些可能是实习生但没关系，或者是住院医师那个好复杂，我不会讲。现在1到2个人就变成一半的人就可以开完了。各位听清楚，从4个变成1到2个，那原本的2、3个位置呢？初级住院医生 R1 跟 R2 的位置消失了。
消失了。各位想一想，一个年轻的住院医师，他考上医学系花了12年补习，医学院读了7年，住院医师训练要4年，总共23年，23年的人生，就为了在手术房里面跟着主刀医师当助手，学技术，累积经验。结果嘞？结果达文西手术机器人来了 ，R1、R2 在手术房没位置了。他学什么？他学怎么操作机器人啊？可是这个技能3个月都学会了，不需要23年啊。那他过去23年的直到投资怎么办？被 AI 变成了沉没成本。各位，这不只是发生在韩国。这已经是台湾现在就有的事情了。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2025年12月刚刚取得 HIMSS Stage 7的认证，这是医疗资讯化的最高等级，亚洲第6家还是第7家取得的。北荣跟谁合作？北荣跟一家叫做云象科技 Ether AI 的台湾 AI 公司合作，导入数位病理 AI。各位同学，数位病理 AI 在做什么？数位病理 AI 在取代病理科医师的第一线工作。过去病理科医师要花几个小时看 Eason TW， 你在留言之前可不可以先去查一下达文西手臂专门最简单的手术就是针对盲肠疝气手术啊，还不可以嘞！你是妈20年前是不是？20年前哟，来，我讲，我现在讲还是数位病理 AI 哦，我也从来没有告诉你说，这个达文西手臂已经全部可以机器自己操作了，但是距离不远，距离不远。因为现在的视觉资讯判定还没那么快，对，不要在那边一直说还没，那只是你知道还没，之前还没，但不是永远还没。来，数位病理 AI 是什么？它在取代病理科医师的第一线工作。过去病理科医师要花几个小时看一张病理切片，现在 AI 在几分钟内就分析完，医师只需要做最后确认。台大医院、长庚医院全都导入了。医师不会失业，但初级医师的位置会消失。当 R1、R2 没有位置的时候，台湾医学院毕业的学弟妹，他们的职业生涯起点会变什么？会变成一个飞手吗？会变成一个操作手吗？ Chris Sicker 说，医学影像学今年招生都困难了。我实际经历，正直影像拍了之后，直接给 AI， 30秒就出来结果。所以那个改变已经到来，已经到来，而不是现在。你说 AI 不能决定大多数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实际上不是。是你能够给 AI 的 data 资料不够多。如果你把整个医院包含了护理师、包含了住院医师、包含了心跳数字、包含了氧气指数、血氧指数，通通输入告诉 AI 的话，它是可以判别的，它是可以判别的。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但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没有人跟现在医学系的学生讲，因为医学系的学生光学好自己的医学相关的内容就已经不够时间，没有办法睡觉了。但我们这些外面的观察人才会发现 ，AI 只要分析的资料够多，它怎么会
比人类要差呢？来，第二张执照是律师执照，各位要仔细想一想啊。高盛 Goldman Sachs 2023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叫做 Generative AI Economic Impacts。各位听到的，网络上有人讲叫44%的法律工作会被 AI 取代，这数字是错的，你错了。你错了，高盛的原文是 44% of legal tasks are exposed to automation， 也就是44%的法律任务暴露于自动化的可能中。任务不等于工作，暴露不等于取代，但暴露也够恐怖了。你现在去问很多的美国的资料、美国的分析，那你看一看就知道。你看一看就知道了。现在很多 junior 的那些 legal assistant 法律助理、法务助理都已经没有需求了，所以法律系出来毕业找不到地方实习呀。也就是他刚讲的，高盛2023年的资料是写说，律师工作里面有44%的内容 AI 已经可以做或即将可以做。合约审查 AI 做的比初级律师快10倍。判决书摘要是什么？判决书摘要就是叫你复制一个资料，然后去了解这个 summary 是什么。AI 做的比初级律师要快，5秒之内搞定。法规检索 AI 做的比初级律师要前面。你各位，我今天没有要讨论医师可不可以被取代，我就问你，你有没有认识哪一个医师有超过50亿以上的参数的？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够告诉我单一个体的人类医学相关的参数会超过 AI？ 你再想一想，但今天不会跟你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要让你现在觉得恐惧，你单纯以为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但受限于医师法还有精神卫生法等等法律的规定，我没办法多谈。来，我问你，初级律师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要做什么？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做 LawsNote 七法，他做法律检索 AI， 台湾大法律事务所几乎都导入，但他们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些法律争议。一个初级律师过去要熬夜翻3天找的判决见解，现在 AI 30秒就搞定。在线上听直播的各位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台湾的初级律师的市场价值正在崩溃啊！我不知道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跑去读律师考执照，接下来要怎么办？数字会讲话，台湾律师的高考报考人数从2018年的1万人掉到2023年的8000人，5年之内掉了20%。流浪律师有照未执业约5800人，新进律师起薪从过去的6到8万压回到5到6万。各位想想看，这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执照神话。然后嘞，然后台湾的赖校长是医师出身，行政院长是律师出身，他的内阁里面有8个律师背景的部长级官员。赖校长的内阁是律师内阁。各位，我跟你讲，这个内阁本质上就是台湾最后一代律师执照神话的受益者。他们受益，然后他们是最后的集合体，最后的受益者。上一代是律师，自己也是律师，用律师的方式治国，但他们治的这个国家正在面临 AI
把律师执照砸碎的时代。赖校长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看是没有的。他说台湾是 AI 国家，但是台湾没有自己的大语言模型，是不是？那台湾到现在没有 AI 战略，那 AI 要怎么办呢？主权 AI 嘛，那个在骗钱的啦。他怎么意识到自己的执照已经不值钱了？司法院呢？司法院已经试办 AI 裁判书草稿系统，现在地方法院的法官可以用 AI 来写判决书草稿，法官还会做最终把关。但是生草稿这件事情啊，已经外包给 AI 了。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 AI 连把关都自动化了，你根本就没有介入的空间了。然后再来，会计师执照也危险了。KPMG 哦，这个 Clara、Deloitte、Argus 这两套是KPMG 用 Clara，Deloitte 用 Argus，这两套是国际4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AI 审计系统，台湾4大都已经导入了。过去一个初级会计师要花2天人工查核的账目 ，AI 30分钟之内扫描完。4大事务所全球AI 职缺增长3倍，但这是全球数据，不是台湾分公司。台湾分公司的 AI 职缺增长更慢，但是 RPA 啊流程自动化已经全面取代过去人工的查核工作了。台湾的会计师高考及格率，2021年是17.7%，这是3年前的数据。为什么3年没有新数字？因为会计师执照的吸引力在往下滑，报考人数也稳定下滑，没人想拿这个数据出来宣传。WEF World Economy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的 Future of Jobs Report 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9200万个工作被取代，新创造的工作呢是1.7亿个，竞争7800万个工作。听起来有开心有绝望，但我也不知道。你看看我背后的这一个资料就知道了，所以还不错。AI 没有让你失业，是 AI 让你会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存在意义是什么。但是被取代的工作是什么？被取代的工作是什么？是白领的执照职业。医疗、法律、会计、行政这4大领域加起来占被取代职位的40%以上。这就是 AI 时代执照神话崩解的真相。医师执照 R1、R2 的位置消失中，律师执照初级律师的起薪被压缩，流浪律师有5800人。会计师执照呢，4大 RPA 全面导入，考试的吸引力跟执照的吸引力下降。而台湾的赖校长内阁8个律师班底，他们既不能停下 AI， 也不会主动告诉18岁的学生，你考的这张执照意义正在消失之后。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台湾自己的特产哦。台湾比韩国多一张僵尸金饭碗，叫公务员国考啊。公务员国考现在金饭碗也消失了，因为你身为一个公务员，你过得会比人家不舒服很多，很惨的。来给各位看一下，台湾的公务员国考30年来崩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AI 砸碎了医师、律师、会计师三大金饭碗。台湾只有这3个吗？不是啊，台湾比韩国多1个。这个多出来金饭碗是全世界最特殊的东亚特产，叫做公务员国考。这个东西在台湾的恐怖程度哦，连韩国人都比不上。我们把时光倒退回1996年呢，民国85年那一年呢，台湾公务员国考含高普考、初考、各类特考全部加起来，报考人数24万人，争取的名额大概才6000个，各位，24万录取6000个，录取率约2.5%。24万个年轻人为了6000张公务员执照，把整个人生压上去了。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1996年的台湾刚从李登辉时代第一个本土民选总统的气氛里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的 GDP 每年成长6%到7%，台积电还没有成为护国神山，半导体业刚起步，什么东西？我今天步数达成目标啦！我明明就坐在这边挥手而已啊！好了，不管，24万人为了6000个铁饭碗位置挤破头，为什么？因为稳定，因为保障，因为退休金，因为社会地位，因为家里长辈终于可以跟邻居讲，我儿子是公务员，这是东南亚执照的台湾特产版本。OK， 各位，30年过去了，2026年了，台湾的公务员国考现在怎么样？数字会讲话啦。2026年呢，民国115年，公务员高普考报考的人数是53869人，高考30396人，普考23473人。各位听清楚，从1996年24万到现在变成这个数字，我看看我有没有做一张。有啊，我有做啊。你看看，从1996年24万人到2026年53000人，30年之内从24万掉到53000，崩了78%。这还不是腰斩，这是腰斩再腰斩。为什么会这样崩？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2018年的年金改革，蔡英文政府那个时候推年金改革，把公务员的退休金大砍，退休金不再是金饭碗的甜头。你考上公务员，工作30年，退休后拿的钱比过去少30%到40%。各位想一想，你拼老命考了一张执照，然后熬30年领一份比过去少40%的退休金，这个等价交换划算吗？不划算呐。第二个原因是科技业的薪资爆炸，台积电、联发科、NVIDIA 的台湾公司，这些科技公司的工程师起薪都是公务员的2到3倍。你考上公务员月薪35000块，台积电工程师月薪8万到10万，谁要去考公务员？所以从2018年开始，公务员报考人数一年比一年少，智光、宝成、TKB 3大国考补习班营收一路下滑，转型困难。各位同学，这个故事到这边好像也是个 happy ending， 对不对？反正就改变了啊，怎么样呢？不是啊，不是啊，因为台湾执照的神话的最后一根柱子啊，公务员也在崩坏，年轻人开始醒了。等，不是，问题是台湾多了一个东西，叫做台积电神话。各位听我讲，当公务员不再是金饭碗的时候，台湾年轻人去哪里啊？去考台清交电机学系，然后进台积电。进台积电当工程师，你知道现在台积电已经缺人，缺到文组他也收了。进台积电当工程师，月薪8到10万起跳，年薪200到300万。配股护国神山光环，爸妈跟邻居说我儿子在台积电，这个社会地位比公务员还强。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台积电是另外一个执照神话。各位想一想，公务员的执照崩了，台湾年轻人没有去当 Rebellion、补新炫那种 AI 晶片创业家，他们去当台积电的设备工程师。公务员执照崩了，
台湾年轻人没有去当 Rainbow Robotics 的那种人形机器人研究员，他们去当台积电的制程工程师。公务员执照崩了，台湾年轻人没有去当18岁解决未知问题的非典型怪才。他们去当台积电的标准作业流程的工程师。台积电是一个更精致、更高薪的制造工厂，它需要的是什么？规格化、标准化、可预测的工程师。卜泰雄那句话翻过来叫做规格化、标准化、大量生产。台积电就是，哎呀，我们刚好有90分钟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呀，有没有很开心？好了，这个时候我又再跟各位讲一下，妈的，转圈圈哦，90分钟时间一到就是转圈圈呐。来，我们通常就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解释到底目前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好，那阿多，哎，反而我的那个 Facebook 没有出事，哎，真奇妙。总之，我们现在的蜂蜜大出，然后我们的那个芒果也刚上线，所以请各位多多支持。看到有什么好的东西，就可以好的继续往下走。哦，有网友说可以顺便把 QR code 贴出来，来，我们趁这个机会贴一个 QR code 做一个要饭，因为这个时间流量不好，我们就只好做一些比较有弹性的事情。每到90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到公司去就没有这个问题。妈的，干这个你说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紧价就拍狗。来，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讲啊。你如果要买猪肉，信丰猪肉绝对是台湾最好的猪肉，云章也是台湾唯一的牛肉品牌。然后哈尔滨的水饺呢，也是好吃的东西，请各位多多订购。那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觉得很棒，然后没有对不起大家的产品，好吗？我是用有限呐，哎，其他不用讲了。你们考虑过的问题，我都考虑过了。你知道台湾的执照梦转化成一个更精致的台积电执照。台湾的政府、媒体、家长、学校天天高唱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台积电市值占 GDP 的220%，台积电是台湾的骄傲，台湾还在自吹自擂。而 KBS 拍纪录片讲韩国的问题，中国拍纪录片讲中国的速度，台湾连纪录片都没人想到要拍。各位，台湾的执照神话比韩国还难破，因为韩国至少还有 KBS 出来拍，有卜泰雄出来，台湾呢？台湾有谁？只有我在这边跟各位苦口婆心讲，而且我讲一讲还讲到又转圈圈了，实在没有办法。来，下一张我们看美国的对照组 Palantir， 2018年就在台北信义区设子公司了，但是台湾18岁还是只能去补习班，这个对比会让你吓出冷汗来啊！这个对比会让你觉得，到底我们在干什么？到底我们在怎么样子做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坦白讲，我不知道，我也不确定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但是台湾的状况
真的很不妙。好了，第7个段落，我们到了这个没声音的F 可以啦 ，reload 应该就可以了。我们前一段呢讲完了台湾的执照神话。2.0 台积电，那在听直播的各位呢？那你会问说，那美国呢？美国人18岁在干嘛？我们现在跨过太平洋来看美国的对照组。KBS 的第2集啊，到41分24秒的时候，镜头拉到美国一个高中 FRC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全美机器人挑战赛现场。各位听我一句话 ，FRC 全球有4000多个机器人队伍，9万名学生参与，1992年创立，已经办了30多年。好，谢谢各位，我们已经挺过了过热跟网络状况不行的这个状况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往下走了。感谢各位，来 KBS 拍的这个队伍叫做 Iron Panthers Team 5026。队长叫做 Serena，18岁，她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护目镜，手里拿着焊枪，在现场焊接重型钢铁机器人的零件。各位 ，Serena 对镜头说什么？她说：“那些顶大毕业生啊，连一块金属都没有摸过，连一颗螺丝都不知道怎么选，而我们在高中哦，就在搞实际的工程算法。”跟策略，这才是企业要的人。各位同学，这个18岁的美国高中女生呢，对着 KBS 镜头嘲笑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呢。她有什么资格嘲笑？她有资格啊，她当然有资格啊。为什么有资格呢？因为她是实作派的。因为它代表了这套美国体制是实力主义 （meritocracy）， 实力主义，你能解决问题就赢，跟你有没有大学文凭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不在乎，所以啊，不见得要在工厂，而是你在实验室、你在外面、你在车库能够解决问题，你就赢了。来。我们看美国高中端，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企业端 ，Palantir 这个字呢，是魔戒里面真知金球的那个字，小弟就是魔戒的翻译者，我当然有资格跟你说这件事情。Palantir Technology 是美国最神秘也是最强的大数据加 AI 公司，它的核心客户是 CIA 五角大厦北约。它在2024到2025年的 AI 大爆发中，股价飙涨了340%以上。它的执行长叫做 Alex Karp。Palantir 推出一个叫 Meritocracy Fellowship 实力主义奖学金计划，第1届挑选22名高中生。他挑这个高中生干嘛？他挑这个高中生呢，是从超过500名申请者当中选出。选什么？是选有没有大学文凭吗？不是，正好不对。他选的是有没有能力解决未知问题。KBS 提到，这22名高中生不是去 Palantir 端咖啡，是直接被 Palantir 安排去主导100万美元等级的政府专案。其中一个案例，一个高中生放弃了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学的录取，直接进了 Palantir 的主导 A 级系统整合专案。各位，这个对比是什么？韩国3岁穿白袍考假医师执照，美国18岁在 Palantir 主导100万美元的政府专案。韩国9万名最聪明的学生挤破头考医科，美国9万名高中生在 FRC 机器人挑战赛焊钢铁。各位同学啊，这就是
体制差距，这就是落差，这就是意见上的差别了。这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事情是什么？Palantir 早在2018年啊，就在台北信义区设立的子公司啊。这个事情大概台湾99%的人不知道，它的公司名称叫做台湾帕兰提科技，统一编号是50871591，登记地址在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4段460号18楼，设立日期是2018年9月12日，代表人叫做 Anna Dermanovic Soro。这是台湾经济部的商公登记，跟 Palantir 自己 SEC 跟证交会10K 报告 Exhibit 21.1双重确认。Palantir Technologies 母公司明确列出了 Palantir Technologies Taiwan Limited 是他们的子公司。各位想一想 ，Palantir 在2018年啊，叫做帕兰提科技，就在台北信义区台北101，不知道是在旁边还是那一栋啦，我有点搞不清楚。它跟世贸、跟市政府信义商圈最高级的办公大楼在同一个区域，但台湾18岁的高中生还在补习班刷题，台湾18岁的天才还在背医科的共笔，台湾18岁的非典型怪才还在被父母逼着去考台积电制程工程师啊。Palantir 都在你旁边了，但你的孩子永远不知道要进去，为什么？因为 Palantir 要的人才是能解决未知问题的人才，是能解决没有遇过问题的人才，是 Serena 那种18岁就会焊钢铁的人，是放弃布朗大学的工作去主导100万美元专案的人。这种人哦，台湾的补习班量产不出来，台湾的繁星制度量产不出来，台湾的指考量产不出来。讲到这里，有没有人听到网络上有人传说Alex Karp 一个月薪水540万韩元？我跟你讲，他们说540万韩元已经觉得很多了，但是这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这是 ChatGPT 跟一堆 AI 工具啊，在多轮的对话中把不相干的资料缝合在一起的乌龙，我还要把这个假新闻辨别出来啊！来 ，Alex Karp 在真实的美国证交所里面的财报数字，根据 Palantir 2025年 SEC 的代理解说书Proxy Statement， 2025年的总薪酬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等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好了，是862.3000美元，换算成大概118亿韩元或新台币2.8亿。但这只是表面哦，表面上来讲，但它的底薪是110万美金，然后每个月呢是大概91833美金，换算成韩元是12600万韩元。那每月换算成新台币大概300万元每月，所以各位你听清楚啊 ，Alex Karp 的死薪水啊是一个月300万新台币，而台湾的9级公务员一个月起薪啊是35000元，300万对上35000元是85倍，而且这还是底薪哦！你不要觉得我只在拿一个这么小的底薪在骗你，没有，更恐怖的数字是2024年 Palantir 因为 AI 大爆发，股价飙涨340%啊 ！Karp 的实际或实现总薪酬叫做 Compensation Actually Paid， 达到了68亿美元，换算成韩元是9兆3000亿韩元，这让他成为2024年全美年度最高薪资的执行长。换算下来 ，Karp 一个月净赚5.66亿美元，折合约7800亿韩元每月。各位，这就是 Palantir 那一群18岁高中生在玩的游戏。
人家玩的是资本跟破坏式创新的疯狂游戏，而东亚的校长跟家长还在为孩子毕业能不能拿到1个月几万块新台币、几百万韩元的稳定死薪水执照，逼孩子在3岁内卷到18岁，这不是慢性自杀是什么？我们做一个双重的补刀，因为 KBS 自己也很努力的去反思，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所以你看一下，Alex Cobb 的真实薪资就是这么高，好吗？请各位要搞清楚，我们还在逼孩子从3岁内卷到18岁，换月薪3.5万的执照，干嘛呢？好，来。接下来我们谈韩国，有双镜像补刀，3兆的晶片天才对上5兆的高中毕业天才。朴兴炫跟郑世柱，一个是 KBS 拍的，留在韩国抢不到人才；一个是网民引述的，带的500万韩元逃去美国，变成5兆韩元的独角兽。2个极端，同一个体制问题。来，第7章我们讲完了 Palantir 就 Cobb 的月薪300万新台币的核弹级对比了，更别提他1年赚64亿新台币。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们现在来做本集最后一个论证：双重补刀。我们今天从 KBS 第2集讲了一个人叫朴兴炫 ，SpaceX 的归国博士，创办 Rebellions， 估值3兆韩元，对着镜头快哭出来说他抢不到人才。这是 KBS 影片本体拍的，有时间的标记可以让你去看，5分12秒到6分58秒，那铁证如山。各位 ，KBS 拍完这段朴泰雄骂完那一句说规格化、标准化、大量生产之后呢，韩国网民集体爆炸，他们在 Never Cafe、PPSS、FM Korea、Client 这些论坛上面疯狂引用一个对照组，引用谁？引用一个叫郑世柱 Jong Song-ju 的韩国人。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人。郑世柱出身韩国的医生世家，爸爸是医师，他考上了首尔的弘毅大学电子电机工程系，但是他想做什么？他想要去美国创业搞数位医疗，结果嘞，他大学中退，他大学读到一半就跑了。各位想一想，一个医生世家的人，儿子考上弘毅大的电机系，然后中退学了。这个决定在韩国家庭里面会发生什么？爸爸会说啊，你就是一个没有考上医学系、电机系也给我退学的废物。妈妈会说，我跟邻居怎么交代？整个社会会说这个孩子完了。但郑世柱不管。2005年了，他带着500万韩元，换算起来大概4000美金，新台币12万，一个人飞去纽约，500万韩元。在纽约能干嘛？租一间小公寓3个月就没了，但他撑下来了。2008年，他跟一个 Google 工程师 Artem Petkov 一起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 Noom。Noom 做什么？做数位医疗健康，用 AI 分析行为模式，帮人减重、控糖、预防慢性病。2021年 ，Noom 完成 Series F 的融资，由 Silver Lake 领投，估值37亿美金，换算成韩元约5兆。一个被医生爸爸骂没考上医学系的废物的韩国高足。500万韩元逃到纽约16年，做出了5兆韩元的医疗科技独角兽。而韩国国内朴兴炫 SpaceX 博士做 AI 晶片，估计3兆韩元，抢不到人才。各位，这个双镜像有多狠？朴兴炫是 KBS 拍的例子，博士回来韩国抢不到人才。郑世柱是网民写的。高校卒业逃到美国，变成5兆的独角兽。
两个极端同一个体制问题啊。韩国网民在论坛上面是怎么骂的？我念给各位听。他说：“看吧，真正能搞出5兆韩元 AI 医疗企业的人，在韩国根本待不下去，因为他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去考修能只会被当成失败者。”各位同学啊，这句话翻成台湾版，真正能搞出5兆台币公司的台湾天才，在台湾根本待不下去，因为他可能没考上台大电机，或者考上了在中退去写游戏，或者他根本没去补习，或者他18岁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他敢尝试。这种人台湾留得住呢？留不住啊！各位想象一下，台湾有没有正式住？有，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会被父母逼着回去台积电。有，但他们大部分人会在25岁那一年放弃梦想去当保险业务员。也许有，但他们大部分人永远不会被看见，因为台湾没有 KBS 会拍他们，没有 KBS 会反思，台湾没有卜泰雄骂这个体制，台湾只有护国神山的口号，有医科只考总复习，有公务员年金的破灭的梦，这就是双镜像的真相。一个体制如果装不下非典型的怪才，这个体制注定要在 AI 时代输掉。韩国的双镜像卜新炫跟郑世柱，一个留下来抢不到人才，一个逃走变成独角兽。台湾的双镜像在哪里？我要跟你讲，台湾的双镜像就是你家里那个18岁，面前摆着2本书的高中生，一本是医科只考总复习，一本是 Python 神经网络，他要选哪一本？你各位，你每一个都赖在这边，说是幸存者的网络，你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我讲直接点，你没有志气，没有勇气，没有胆出去闯，难怪你只能在我这边网络上留言说：“哦，幸存者偏差。”操，你有试过吗？你有失败过吗？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哎，就是因为他成功的时候，我们不要讲，不然他会在街上要饭。”操你妈！你看过多少台大电机毕业人在街上要饭？你没有，但是你看过很多像你一样的人，早早就放弃了，不敢出去闯，最后在这边要饭。你甚至连会员都不是，妈，你在那边看免费的，然后你告诉我说：“哎呀，幸存者偏差，哎呀，这个不行，这个没有办法，不要拿个例来推导所有人。”所以你不是个例，你不是个人，你不是一个有机会的个人哦。如果你这么早放弃，我建议你不要继续走下去。哎，我不知道怎么搞啊。世新的校长说，如果各位没有办法管好自己，你不如结束下去，就这样。哎呀，小古仙，你当我妈在网上只混这么1年吗？当年讨论韩寒，现在是不是要讨论张雪呢？你瞧不起的学历低的只会搞机车的人，现在是不是起来了？他起来了，然后你还在那边讲说：“哦呦，幸存者偏差。”我们当年讨论韩寒，现在我们讨论张雪，但是我不会变成他们，因为你放弃，所以你不会变成他们。在台湾这边啊，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要讲敢冲赢一半。我用我个人的经验跟你说，来，我们讲完了卜新炫跟郑世柱的双镜像，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们现在进入今天最后一章结论了。我先讲一个故事，是小弟我自己的故事。时光倒退回1993年，民国82年，那年我18岁，刚考完联考，我的分数呢可以进中央大学电机系。1993年的中央大学电机是什么地位？理工科的第4、第5志愿，没有顶尖，但是不差了，不差了，比其他低等的其他科技还要热门一点。因为那一年呢，台湾的半导体业刚起飞，台积电才刚成立几年而已。为什么我选电机系？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跟你讲，我选错了啦！我想做的事情是要做游戏，我从小就爱玩游戏，想做游戏设计师，想当 John Carmack 那个写 Doom 的，买了一台法拉利的传奇程式设计师。但是1993年
资工系刚从电机系独立出来不久，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以为电机系就包含写程式、做游戏啊。结果进去发现了，电机系教的是电路、是晶片、是通讯、是电磁学，跟游戏没有什么关系。我读的是中央大学，不是中原。虽然中央大学没有中原那么争气，但当年的志愿比较前面。只是现在我都不知道中央大学一路退步，已经退到哪一个轨去了。来，当年我想转系，但是转不了。中央大学那个时候的转系规定非常严。OK， 那怎么办？只能撑啊！我大学读了5年呢，电机系从18岁读到23岁，那5年我做什么？我一边应付电机系的课，一边偷偷翻译奇幻小说，偷偷打游戏。大5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翻译龙枪系列。那时候没有人翻奇幻小说，奇幻文学在台湾是冷门到不行的领域啊。OK， 然后我毕业当兵退伍，26岁那一年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去联经出版社毛遂自荐，我要翻译《魔戒》。联经那个时候已经有旧版《魔戒》了，但是1990年代的旧版《魔戒》销售量怎么样？3年卖不到3000套啊！联经本来觉得很绝望，怎么签了一个史诗巨著，结果在台湾变成一个粪作。3年3000套，1年才卖1000套，在出版界这个叫死书。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已经从龙枪、黑暗精灵、龙枪传奇、龙枪编年史、夏焉之巨龙，我已经翻了23本奇幻小说，我中文画过10个游戏，所以我当时是台湾最有经验的奇幻翻译者。我毛遂自荐的时候，我不但把那23本书通通寄到联经去，我还跟他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如果每本书不卖超过1万本，我1毛钱都不跟你收。各位想想看，我26岁刚从电机系毕业，去公关公司工作，没有人脉，没有名气，刚开始正是在出版界做翻译的小子，对着联经出版社的编辑说：“相信我，每本不到1万本，我就不收版税。”编辑说好，然后嘞，2001年 Peter Jackson 的《魔戒》电影上映，我的《魔戒》新译本在电影热潮加持之下，前4年就卖了80万册。后来慢慢累积，加上简体版，累计破了100万册。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不在于100万册，重点在我18岁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电机系是错的选择。重点在我26岁跟联经签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全台湾的人如果知道，都觉得这个电机系的叛徒在搞笑。重点在于，如果我18岁那年被我爸妈逼着去考医学系，或者考公务员，或者考会计师，我不会有今天。各位，我们今天直播聊了9个 chapter。4岁穿白袍，双录取100%放弃，补新炫的悲鸣 ，Rainbow Robotics 的投降奉献，执照神话200年的工业基因 ，AI 砸碎了律师、医师、会计师、公务员，国考为崩盘 ，Palantir 在台北信义区双镜像的补刀。最后，我必须要坦白告诉各位一件事，在听直播的各位。我朱学恒这辈子从来没有考过任何执照跟证照，没有1张都没有。我没有考过律师执照，没有考过会计师执照，没有考过医师执照，没有考过公务员考试，没有考过任何技职证照，我连研究所都没考上。但我做了一件事情。由于种种原因，我在2005年到2010年间担任了教育部卓越大学教学计划的访视委员。我的工作是全台各大学评估技职教育。我跟你坦白，那个时候我做错了一件事情，那是我一辈子最后悔的政策错误。
现在台湾技职教育变这样，我得要负担部分的责任，因为我们当时去访查各种各样10几20个学校，我搞了好几年之后，发现技职教育的学生能力很难判定，因为它是实作，那你很难判定，不像普通大学有 GPA 可以对照，技职教育也有 GPA， 但是那个不准啊，那个不准，因为它是实作能力嘛。所以我们访视委员呢，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规范要求各校让学生都要去考证照，用证照来证明能力，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当时我们没有选择，只能这样，让学生有具体的能力指标，你好歹知道要考什么东西，要能够推动嘛。结果嘞？结果现在技职教育全面变成证照补习班。我当年在我最后访视的后期，我还发现有学校成立了证照考试中心，专门就辅导你怎么考托福，怎么考托译，怎么考这个，怎么考剑桥语言能力测试，干全面变成证照补习班呢？那我能怎么办？普鲁士精神的手把手师傅带徒弟，我没有办法从文件里面看出来啊。结果呢，学生不再学真正的技能，学校为了拼评鉴，逼学生去搞考古题，考一堆考试委员会核可的证照。技职教育的本质，动手做，解决真实问题，被考证照这个流程彻底吞噬了。我跟你讲，这实在不是我愿意的，但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当年已经修正掉很多错误的状况，可是就有一些东西修不了、改不完。我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以为规范要求、文件要求可以提升学生实力，但实际上呢，大家太表面竞争了，只看证照，不看真实能力。我说过很多次，规范的目的是提升学生的实力，重点不在证照，在能力。但这句话没人听。这句话因为东亚200年的执照基因，从1763年腓特烈大帝到1898年台湾公学校，到2005年我朱学仁去当访视委员，所有人都本能的相信有证照等于有能力。这就是我今天直播最大的忏悔。我一辈子没有考过证照，但是我用自己的善意啊，曾经帮忙把台湾技职教育变成了证照补习班。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力，那时候没有人力去一个一个看你的实务跟手作。那结果最后，这就是等价交换的最悲哀的版本。你以为你在做好事，但是你不知道你正在强化你在反对的系统。各位，今天最后几分钟啊，我想对着镜头前面那个我们的直播听众里面比较少，但是还有人家里的小孩是18岁的台湾高中生，对着那个面前摆着2本书的那个高中生，一本是医科指考总复习，一本是 Python 神经网络。我想跟你讲，敢冲赢一半。你不要担心会失败，你失败了又怎么样？大叔，我连牢都做过了，那你觉得我有死在这里吗？我还不是每天苦口婆心在做直播，在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学 AI。我当年18岁选错了科系，但我26岁赶去联经争取翻魔界。我签下了不平等条约，我赌上了我的未来，但其实没有什么好输的，因为我那么年输了又怎么样？输了我学到了一个输的经验啊。如果有机会冲，我就一定冲，因为就算成功，你至少会赚到超级宝，没人能够替代给你的经验，也没损失啊。但赢了
你会发现规格化、标准化、大量生产的螺丝钉啊，永远是 AI 的最佳取代对象，而敢冲的、会骂的、能解决未知问题的非典型怪才 ，AI 取代不了，永远取代不了。KBS 第2集43分10秒的时候讲了一句话 ：AI 只需要2分钟就能把整本学测数学题做完。12年在补习班刷题的孩子，你用12年训练成 AI 完美的取代品，不是 AI 取代品，是你主动把自己变成可以被 AI 取代的人。卜泰雄啊，在 KBS 的镜头前面，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看这个教授多么绝望的样子。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现在不是工业化时代了，我们必须重新问自己的，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办教育？”韩国 KBS 拍的这部纪录片，至少全韩国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台湾呢？台湾连纪录片都没人拍，台湾的家长还在逼孩子刷题进医科，台湾的政府还在自吹台积电220%GDP， 台湾的补习班还在告诉你，考过这张执照，你的人生就稳了。不是的，那张执照正在融化，正在消失，正在失去价值。各位事务所的同学啊，今天讲到这里，我没有办法改变整个东亚执照的神话，但我可以想办法告诉你，把这个真相在 KBS 拍完之后，用中文在 YouTube 上面摊在每一个台湾家长面前。至于要不要听，要不要告诉你家那个18岁的年轻人，那个是你家的事，各位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订阅我们的平台，你才能够持续看到这些东西，不然没有人按赞，没有人分享，他不会分享出去呀，那你就看不到了嘛。威 Mark 说：“朱大你好，我失业很久，希望你能雇佣我。我建议你去便利商店，好不好？你不要找我雇佣你，便利商店多的多了。”风清说：“我觉得真的有点幸存者偏差。刚看到一个例子，中国的农村篮球少女、天才少女张嘉译去美国就泯然众人了。美国那个环境没有大毅力，真的很难。劳 A 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我跟你讲错了。”在美国那个环境啊，没有奖学金，没有爸爸开着车载你到处去比赛，你没有办法活的。因为在美国高中篮球就是要各地巡回比赛才有成绩，然后才能够保送进大学或者拿到大学的奖学金。没有钱真没办法。你知道我前一阵跟朋友吃饭，他的高中同学现在人在美国。他说他为了让他2个儿子打篮球，他竟然组了3个篮球队，就是收附近的高中这些学生，然后载着他们开一台小巴，载着他们巡回到处去比赛，然后光收这些社区的管理费，他就说收入也还不错了。那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问题是美国的环境容许天才，可是天才需要培养，他不会丢在土地里面自己就长出来，不对的。你如果这样以为，那个篮球天才少女一定完蛋的。那个千约炮说，我高中同学他说，台湾最顶尖的聪明人在摸骨头，后来大学就直接去美国伯克莱念 EECS， 现在在美国当教授。你应该要请他来看我这部片 ，Colonel T3S， 这 Colonel 是城市那个 Colonel 嘛？他就是某种安亲班，但他是带高中生，他带着他们巡回，管他们的营养，管他们的住宿，帮他们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的建立战绩、建立比赛。所以所以请各位多按赞啊！我们希望多按赞这一集、第2集，
不是什么很多篮球明星都是贫民窟出来的，他贫民窟出来之后去高中要能够比赛，好不好？要能够比赛，要能够打仗，然后能够有成绩。这个彭彦腾说，朱大那个时候有没有建议技职学校发展技能竞赛或辅导学生参加发明展？我觉得比考证照有用，因为我也是技职上来。我跟你讲，我也有，但是我后来发现，操妈，我也被骗了。因为红点就是交钱买得奖作品的一个参展，你只要交钱了，有人可以坐飞机飞到红点举办地，然后给红点的主办单位相对多的赞助，你学校就可以做了，你学校就可以得奖，就开心，然后拿这个东西给我们看，我们说，不是吧？这个你得了红点奖，但是你没有。相反，就是你没有任何真正出类拔萃的产出啊，那怎么样？所以就是我跟你讲，这个背后要讲人才，真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啊。那我已经讲了，所以我还是要说，敢冲赢一半，因为你不敢冲，什么机会都没有。所以你看 ，NJ774说，美国这些正经运动想要出头也是要花钱的。我儿子学琴，平常一周差不多要$200啊，赛季更多，还没指望他走专业，他如果要去比赛，可能要去欧洲参加比赛啊。你爸妈要跟着去的话，那就更多了，一周$200呢，一个月是多少？$800呢，然后一年是多少？你自己算一算，那么$4万多呢，所以没有办法来。各位，再25个赞就冲破600了。这个我提醒我们，赶快加油，我们多按一些赞，好不好？然后购物的东西呢，也请各位到那个新的模式的置顶，连到我所有的斗内所有的这个产品那边，你一次看清楚。但是我怎么觉得？现在连外面的网络都很慢了。我看看绿界有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啊，要你好好的看不一样的方向。好，神户水豚君说他买了那个朱大推荐的2本书，那希望能够赶快收到。这个为什么要读书？还马克思在美国，神户水豚君。然后圆圆说出大安，我会好好读书的，也等得上历史教训系列课程。祝各位网友大家平安。朱大说书很生动，很难被中共拖走，期待每天的朱大说书课。500岁小斗支持，然后 Harry 也用信用卡抖了一个帮斗。我问各位一件事情，我最后问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为什么要读书这本书卖得很好，我们一下子10本就卖完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再一进要进个那个30本。各位，风兴说，我好像也是敢冲的其中一个，算是虽然没有很顶，可检讨一下呢。家里如果真的没有程度上支持，我也不会在日本。红点奖的热水瓶哦，我当然知道你在讲谁。来，各位觉得我们要不要继续带货卖书？因为我一进就要进30本，而且全部都要先垫。可以的话，我就继续订，尤其是那一本叫做《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每一个在社会上工作的人都该看，每一个年轻人也都该看，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跟好的做法。辉劝说预购这个预购有点，我们还是一样先试试看。林 Flora 说，我买1本，来，我直接问大家的意见，你建不建议我们开始再带一个，每一次一套就30本的好书？那个也是我在北京看，我觉得那个书超赞的。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同意的话请加1，好不好？同意的话请加1。
同意的话请加一，我们来看一看。顺带一提啊，你们一边投票，我们一边在那边讲。固态科系列的这个行动电源呢，真的很不错。对岸能买吗？可以啊。台湾不能买新链的卫星网络，我在北监看的，北监这个固态科的行动电源真的不错。有机会大家还是要买哦。什么？没电了？真妙！我开刀在家休养可以。台大的机粮真是好说，哎，我们前一阵子包货也送掉很多嘞，好吧，好啦，最后来，我们开始投票了。我已经把那个斗内的支付宝跟微信支付都丢上去了，那所以请各位一边斗内，我们一边投票，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请各位说，今天的内容，如果觉得内容跟讲都不错的话，请投1；你觉得内容不错但讲的不好的话，请投2。如果你觉得内容也好，讲的也好，讲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话，请投3。卡紧嘞，我来这边继续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哈。哎，今天怎么微信抖特别多？来，这个网友说上有政策，不对，我要在网上从9点多开始。哦，下午有网友说今天股市收益56名，55分，谢他抖内我28元，然后再来说绿色党政牛逼，不用考证照了，然后再来抖6.66，说朱大加油，然后说我没有说幸存者偏差，我只是说这和当年讨论韩寒是一样的，有好有坏，这种代价并不适合所有人。我知道，但是问题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要让他知道有这个选择，因为不是幸存者偏差的问题，是当你不知道有这个选择，鸟如果不知道它有一个玻璃笼子固住它的话，它永远不会飞起来啊，永远不会飞起来。所以我看还有网友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像再复杂的法条都会有人钻漏洞，想走捷径跟贪婪独执的心是挡不住的。朱大不必自责，白小诺，我也不是这个朱大，我是微弱，最近内容都很好，继续加油。书能寄到对岸吗？我想买，其实可以，怕你收不到。我们看看能不能开一个对岸的邮费的规划，好不好？等等，我要看支付宝。来 ，NJ774说，不要以为美国就跟亚洲不一样，全靠实力，人情金钱也很重要。举个例子，我们这边洲际的正规比赛，前几年一直一个韩国小女孩得第1，她从低年级一直到高年级，最近跑去读 Juilliard，
预科才没在这边比啊，听过现在水平也就那样，很好奇他这个水平为啥能拿第一，就问我儿子老师，他在我们这一周是很有名气跟地位的。他笑笑告诉我说，人家老爹家里开医院的，年年赞助比赛跟活动，至少$50,000以上，人家闺女不拿第一谁拿？但是他去 Juilliard 就不一定了，Julia 就不一定了，好不好？好，来，我最后读完那个支付宝这边的抖内，我们就跟大家下课啦。为什么有网友抖那么多？什么什么评说支持朱大，鼓励年轻人勇于尝试，走出舒适圈。好，你抖也大了一点。好，来，也有网友说什么什么名说台湾太多青鸟，还是用40几年前的眼光看现在，真心觉得很无奈啊。然后这是昨天晚上的，昨天晚上这个网友说什么？昨天晚上什么米没有留言，然后看今天的最后这一笔5元的网友，什么什么许啊，这老朋友了，经常留言。好啦，所以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但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让这些鸟知道自己可以飞，就这么简单了。好啦，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跟大家说，我们就拜拜拜拜拜拜。